你知道这座高80厘米的乐高76417古灵阁巫师银行还原了电影中的多少处细节吗？这款将在9月1号正式发售的乐高哈利波特系列套装，零件数达到了4803片，最终的成品包括地下的金库、地上的巫师银行，以及屋顶一头具有25处可动关节的火龙乌克兰铁肚皮。其中整个地下部分也是相当于古灵阁的底座支架，不过它和上面的建筑之间并没有凸力连接，而是直接像这样放上去的。那关于这个支架，设计师是采用2个模块10字拼搭的方式，并在上下通过后孔壁进行加固，同时也非常巧妙的在4角做出了类似于围栏的结构，恰到好处的可以放置上面32乘32尺寸的建筑。在牢固度方面，可以看到像这样适当的摇晃都不会有任何的问题，连接也是非常稳的。设计师在建筑的其中一侧还预留了2枚摩擦销，用来和其他套装进行连接，在另一侧以及背面也各预留了2个和1个销孔。这款套装的可玩性更多的体现在地下的部分，这里有一辆只能乘坐2个人载的矿车，一路向下可以看到这里有4层设计，最顶层也就是负1层，这里是地下金库的入口，不过这里的门并不能打开。来到负2层，可以看到687号金库，里面是哈利波特父母留给哈利波特的宝藏。负3层这里则是713号，也就是邓布利多的金库，里面藏着魔法石。继续往下走，就来到了最底层的金库，这里没有金库编号，不过应该是贝拉特克里斯的金库，里面放着赫奇帕奇的金杯，也就是伏地魔的魂器。套装中一共给大家额外配了8个金杯和8个银杯，我们可以从侧面的小孔这里把它们丢进去，然后打开库门，按一下金杯，于是一大堆金杯银杯就会从上面掉落下来，也是还原了哈利波特、赫敏、罗恩3人寻找魂器的小场景。设计师是在里面通过弧面砖设计了一个导向结构，而一个活动模块的顶部则是起到了开关的作用。继续往下走，来到最底部，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喂养火龙的地方，其中8点和11点已经喂过了，16点并没有打勾，也是对应了火龙大概是在下午被放出来的剧情。在另一侧的一个小箱子里放了2个小道具，摇起来的声音可以驱赶火龙，而上方旋落着的蓝色瀑布可以冲刷掉一切魔咒和魔法伪装。另外在最底部这里还有一个可以打开的小洞，里面有一只正在刷牙的蜘蛛。在轨道靠近末尾的位置，这里可以看到一块上面印有1474的牌子，也是对应了巫师银行的成立时间。关于轨道小车，设计师在轨道上设计了2个阻拦结构，所以你也可以选择让小车在中途停靠，而不是直接来到轨道底部。接下来看一下上面的建筑部分，其中一侧是神奇动物商店，在上面通过一条廊道和古灵阁连接。古灵阁第3层窗户这里可以看到一只妖精正在拉开窗帘。古灵阁正面第1层和第3层的柱子被设计成了倾斜的，大门可以向内打开，在另一侧则是有一扇不能打开的门，并且这扇门也没有对应的实际通道。再看边上的墙壁，穿过拱门来到外面，这里印了食死徒的黑魔标记，边上的墙面上粘贴着一堆布告，其中一张印着哈利波特最不受欢迎，还有一份是芬利尔格雷伯克的通缉令，以及一份印了古灵阁银行体系濒临崩溃的告示。在墙壁上，除了一只猫头鹰以外，边上还有2份预言家日报，头版文章是 The Boy Who Lies， 边上还可以看到从水管滴落下来的水珠。顺着外墙往上，可以看到一只正在送信的猫头鹰。3楼的外墙这里则是粘贴了南瓜汁的广告，而且打开来，里面是真的有南瓜汁。来到古灵阁的顶层天台，设计师通过一些散落的1×1透明砖，模拟了火龙带着3人从这里逃出并冲破玻璃的场景。而拱形的屋顶两侧的带柄铰链板则正好可以和火龙脚部内侧的夹口连接。转动整个建筑到背面，我们可以从这里看到古灵阁的内部。内部这里只有2层，第1层是大厅，地面上同样可以看到从屋顶掉落的玻璃碎片。4张黑色柜台后面的彩色窗户使用了贴纸，转动时可以看到镭射的光影变化。四周局部破碎的石柱，这里则是使用了印刷件。巨大的吊灯使用了一些透明件。第2层包括左右2侧走廊，其中一侧墙壁内嵌了一个保险柜，里面放着一封信，上面印了 Top Secret， 对应了哈利波特第1部里面海格拿给妖精的那封信，同时也和713金库里的魔法石有关。另一侧除了地上随意放置的金条，还有一个可以打开的宝箱，里面也是有一些金币和珠宝。来到天台，拱形的屋顶内部可以打开。乐高设计师在拼搭手册的相关部分还给玩家留了一个小问题。再看这2层的神奇动物商店，除了1楼的店铺招牌，2楼外墙还粘贴了古灵阁银行的开户广告。转过来，在背面右侧的这里也是贴了一些布告，另外上面还有一块广告牌，呼应了地下部分的蜘蛛刷牙的场景。而底部的小洞里则是藏着巧克力蛙以及蓝色的徽章。
商店背面的墙壁可以打开，方便欣赏内部细节。里面可以看到收银机、火灰蛇蛋以及一把刷子。2楼同样可以打开，和之前墙壁上的那份不同，这里《预言家日报》的头版则是 The Boy Who Lived。另外，顶部的小阁楼也可以拆开，里面可以看到1枚金币。最后来看火龙和人仔，这款套装一共包括13个人仔，其中小哈利波特和海格来自电影第1部。大哈利波特、德拉戈米尔或者罗恩、贝拉特里克斯或者赫敏、妖精拉环、妖精鲍格罗德、妖精李伯特等5位妖精，食死徒以及2名守卫则都是来自于电影的第8部。其中德拉戈米尔或者罗恩以及贝拉特里克斯或者赫敏都是通过更换面部表情以及发型来进行转换。火龙全身一共有25个可动关节，2扇翅膀可以收起来，可动幅度也是非常的大，并且还可以把哈利波特、赫敏以及罗恩放在他的背上来模拟电影中的场景。火龙的头部采用了新开模的零件，其中一个是印刷件。套装里还提供了3枚超大号的金币印刷件，收藏属性拉满。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包装，非常大的一个彩盒，正面除了成品图以外，右上角这里也可以看到这是一款收藏版的套装，左下角则是年龄定位、套装编号以及零件数等信息。彩盒背面除了展示成品背面外观以及一些设计细节，还标注了79厘米的成品高度。不过如果我们调整一下龙的翅膀，整个成品的高度最高可以达到大概89厘米。打开包装，里面一共有42个零件分包，31个大步骤。拼搭手册一共装了2个白色信封袋，打开来一共有4本，总厚度加起来真的是非常的厚。除了开篇用了8页的篇幅来介绍故事背景以及这款套装的设计以外，在拼搭的过程中也有不少的互动内容。所有的步数加起来一共是1325步，步均3.6个零件。最后贴纸是有这样的3张。好啦，本期就到这里，咱们下期见。